嗨大家，今天这集是要跟大家介绍分享盲针缝怎么运用在修短裤子，尤其是西装裤这样子的长裤。这件裤子我的朋友想要拿掉2寸，刚好就是它的缝份的宽度，但我们不能直接在2寸这个地方剪，我们要帮它留一个缝份，然后让它有办法往内翻折之后，我们再用盲针缝。盲针缝就是这里你看得到一点点缝线，但是翻到正面来，非常的干净利落，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选用了相对应的黑色的线，缝针的部分只有一点点的弹性，但不至于需要用到弹性缝针。我应该会用90号针对牛仔裤比较厚硬挺的那一种布料，这2种来缝，用不到100号。80或者90就可以了。布料摸起来像牛仔裤，所以我还是会选用牛仔裤的缝针。如果是一般西装裤的话，应该80号就可以了。缝线设计的部分要选用的是31号这一款，会往左吃到一点点布料，然后在缝份上面留下一点点痕迹，再往左吃。只要有类似这样子的缝针，其实都可以试试看。13号可能也可以，但我平常用的它的机器设定的应该就是31号这一款。先把裤子由里往外翻，我们要看着布料的背面来操作。缝线拆掉。翻起来之后会看到一点点拉扯的线，就是那一条。盲针缝的线通常会比较细，有时候还会看到是用透明的线来缝，但一般的缝线只要颜色相对应，应该不会有被看到正面会被裸露出来的，除非你用了白色的线在黑色的裤子上，就会比较明显。好了，把线拆完了，现在看到了这一个比较深的折痕，就是原本的底部的那条线，所以往上量2寸，刚好是这个稍微有一点点痕迹但没有很明显的这一条线。但是因为我们要留缝份，所以不能直接剪在这里，我们要再往下量。这一次的缝份我留1寸就好了，所以会在这里把裤子剪裁掉。如果你的缝份想要留2寸的话，那就是直接沿着这条线来剪。但是如果小于1寸的话，等一下可能会有一点难操作，不是不可能，但会有一点点难操作。剪裁完之后，我们没有像上一集那样往内翻折2次，我们只会翻折1次而已。所以等一下我们还会需要收边。记在心里的是，我们等一下只会往内翻折1次，然后要收边。第二个是缝份不要留太少，等一下可能翻折再翻折的这个步骤会有点难操作，就这2点。这个折痕是原本的底边，它想要减少2寸，但我们要再多加1寸给缝份，所以就是从底边减2加1等于减1，也就是往上减掉1寸就好了。所以我们直接在这里剪裁。好，现在剪裁完了，我们要先去收边。如果你有车边机的话，你可以用车边机来拷刻它的边。如果你没有的话，你可以选择用一般的之字形来缝，或者是有些机器会提供一些收边的针对弹性布料或者是非弹性平织纹的那一种布料的收边，就看你的机器有提供哪一些织纹，就可以看它的说明书来参考做选择。这款布料是有弹性的，而且它其实没有太容易掉边，所以我就用一般之字形就可以了。找这种我这里的编号是 G， 我不知道大家的编号是不是有一样，但它重点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开口，开口旁边会有一个铁片、金属片，金属片延伸到里面之后，在正中间有一个小小的金属棒，然后你的针呢会在左右2侧做收边，然后这个金属棒会帮助你把布料摊平。同样的，还是把下面的那条线带上来。然后，因为我们要用之字形，中间有一个金属棒、金属 bar， 所以要特别小心的是，先不要让针下来。我刚刚有点操作的太急了，还好有躲开。先把它变成之字形的设定，然后呢，左右先调整一下，看会不会打到。如果会的话，要记得做一些调整。手动轴的方式来看看会不会打到。好，这样看起来应该是不会了。然后再开始缝，建议慢慢的缝就好了。我把针长调开一点，大概是1.8或者是2。应该有看到中间那一条，帮你把布料摊平，不然
这只型在缝的时候拉扯到布料，它很容易就这样卷起来了。特殊压角之前有介绍过，在基本操作的那一个系列里面，大家可以去参考。完成的时候大概就会长这个样子，就算收边了。我刚刚已经回针，现在要拿起来的时候不是往左拉而已，你要先往后离开这个金属棒，然后再往旁边拉，这样才会出来。接下来我会选择在2寸的地方，就是贴着下缘，我没有剪裁的非常整齐，就贴着下缘，然后做一个在2寸的地方做一个记号，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往上翻折，就往内翻折，刚好可以对齐到2寸的这条线，因为我们的缝份是留1寸的。我们先去把布料烫一下，等一下会缝的时候会比较好操作。就是往内翻折1寸，对齐这条白色的线，先去把它烫平。烫好了，接下来这个步骤会有一点翻折再翻折，需要一点点想象力。我们等一下要缝的地方其实是背面跟背面，所以我们必须把下面这个缝份往内塞，像这样。再一次。我们会看着布料的背面缝，会缝到上缘这边一点点，就是我刚刚画白线的这个记号的地方。然后还有布料的背面，也就是缝份的内侧这里，大概0.5公分的地方，不是有一个在右侧的点点点吗？点点点大概就是这样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在缝份已经往内的状态，再往内一次，看到这2根大头针的这样子的方式来缝，需要一个巧妙的弯折，裁缝机的下面那一个收纳盒拿开，然后这样放进去，看着布料的背面，缝份的背面，这样来缝。我平常会先定位左右2侧的缝线，我们会缝在这里，所以刚刚留的1寸的缝份呢，会有0.5公分露在外面，大概是这样子。另外一侧也是稍稍翻起来，然后在这里稍微固定，这样来缝这一圈。等一下在吃到左边这一块布料的时候，也就是裤子本身的地方的时候，只能吃到一点点，就针扎到边缘就好了。如果扎的比较里面的话，就会在正面被露出来。这样固定好来缝。好了，放进来之后，调整好缝线设计之后，我们一样从2侧这个缝份的地方开始。这一个压角上面的中间应该会有一个记号，这个中间的这个记号对齐内侧折的这个纹路的地方。然后第一针下去，我现在的针是在左边，所以第一针下去的时候会吃到左边这个布料，我不想让它吃太多，所以稍微调整一下，然后它就会回来右边吃3针，再回到左边。这样就每次回到左边的时候就吃一点点这个布料，这就是盲针缝。其实全部都是黑色的，看不太出来。如果真的不小心吃到比较多布料的话也没关系，因为都是黑色的。但如果你的吃到的布料太少的话，它反而没有办法抓住。我对齐的时候都是在看中间这一个记号有没有在我的这个折痕上面。比较厚的地方让它往右边吃到多一点没关系，然后再慢慢调回来。我们回到起点了，让它重复吃到多一点没关系，然后就不回针了，直接把线剪掉。马上来看一下见证奇迹的时刻。这个是我们刚刚缝的布料的背面，这样子翻到正面的时候，哇！就真的只看到一点点，有吗？看到一点点一点点的。等一下我们再去熨斗那边烫过一次之后，就真的什么都看不到了。好了，完成了一正一反，给大家看一下。正面的地方会看到一点一点的，如果真的是吃的很少的话，正面几乎是看不到那个点。内侧看起来像这样，每一个往下的这个尖尖的地方，就是吃到外侧布料的这里，就是在强光下面看得非常清楚的样子。你可以回去试试看，远远看就什么都看不出来啦，在强光下也没有很明显了。以上就是盲针缝，用机器做的盲针缝，希望对大家有帮助。那么今天这集就到这里咯，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